房车生活真的那么爽吗？打开门就可以看到美景。今天住在河边，明天搬去海边住，大后天又可以搬去山上住。开车开累了就停车休息，反正走几步就到房车的床。肚子饿了还可以去房车的厨房开始做饭，看着山看着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的视频就来聊聊10个大家对房车生活过于美好的想象。想停哪就停哪。很多人都认为开房车的人只要有停车位，可以在那边 parking 就可以过夜。可是这个是真的吗？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麻波河就在我们隔壁，然后我们也想要在那边过夜，我们也有查了四周围蛮安全的，有灯有光。结果晚上警察来敲门跟我们讲不可以在那边过夜，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当天晚上我们就模模糊糊开好车，就在一个马路旁边过夜。马来西亚呢，房车还不普遍，所以呢，不是讲说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过夜的。然后也有一些地方是有写 no overnight parking。再说了，你真的有勇气乱乱停车咩？还有别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去酒店睡？所有的营地都很 nice。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过夜，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营地。可是呢，不是所有的营地都和照片里面看的一模一样的。我们旅行这6个月以来呢，有去过非常好的营地，有环境又好的，老板娘人又好，厕所又干净的。可是也是有遇过很烂的，厕所水不一下，不然就厕所没有水。所以呢，有时候照片跟现实是不一样的。丑丑的照片，其实我们也不会给你看。今天的天气与你无关。马来西亚虽然没有很多极端天气，可是当你越走越远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我给你选，你要大热天还是阴天？我选大热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大热天的话，你可以躲进室内，可是下雨天你只可以躲在室内，而且大热天可以冲太阳能，下雨天冲不到，然后车里面的湿气也会很重。所以呢，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都会检查天气预报。What is the weather in my current location？ 下雨哦，关窗哦。有房车就不需要住酒店吗？住在家里，你偶尔也想要去 staycation 旅行，换一个地方住。当然，我们住房车也是一样的。对，而且有时你住营地的费用，你都可以拿来住酒店了。对，就好像你可能营地是100块，有时候50块，其实那个钱是已经可以 book 到一间 hotel room 的。是。我们差不多每2个星期就会去住1到2次酒店，然后我们这样吹 aircon、剪视频、relax， 就好像给我们自己充电。其实你有钱，你2个都不用去选，2个都可以拥有。上厕所永远都不是问题。在我们改这辆房车之前呢，我们就有考虑到底要不要放厕所在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有预留这个空间放浴室还有厕所。因为我发现呢，虽然厕所到处都是，可是干净的厕所却未必。我是不建议去哪里都可以上，只要有水。对，可是我是比较介意啊，所以我就要麻烦他带我去干净一点的厕所，我们才会在那边过夜。不然如果没有干净的厕所，就会让觉得心情不太好啊。是，而且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房车有厕所你们不要上啊？上了要倒的哦。对，而且倒的这个东西其实很麻烦，而且虽然讲说会有放一些降解剂，可是还是会有点味道，尤其是时间越来越久的话。住房车可以贴近大自然。住在房车里，当然就是每次会去露营嘛。那你去露营肯定是可以接触大自然，像我们现在身后就有一座山，然后有时候你会去河边或者海边露营。可是呢，其实大自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还有虫、蚊子、蟑螂，就像是老鼠。对，因为上次我们在农 K 停车的时候呢，就有差不多2天没有在车上。然后那边真的是老鼠到处都是，所以我们的车进了老鼠。为什么会发现呢？就找到老鼠大便。对。可是庆幸的呢，那几天过后，我们一直住在车里嘛，然后老鼠也是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老鼠大便，应该是安全的吧？现在。老鼠也会怕的吗？也是要点蚊香，这是房车里的大自然之一。
水哪里都有，而且哪里都可以装。在我们开始房车旅行之后呢，我们最常装水的地方就是油站。对，当然有许多油站他们很好心，可以让我们装水，可是也有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情形。那时候也像往常一样，就去油站问那个小姐，哎，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房车装水吗？那小姐说，哎，你多少litre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讲，哦，我100litre，100litre啊，100litre，我要打电话问我老板哦。那时候他就去打，然后因为我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啊，然后就 OK 哦，他就打，他就讲挂掉之后跟我讲，哎，不可以耶，100litre，老板讲太多哦。然后我就讲啊，太多啊，这样如果我们补你一点钱 ，OK 嘛？因为毕竟水其实不在马来西亚不是很贵嘛，我们讲哦，我们补一点钱，100litre水可以给我们装嘛？不可以啊，老板讲给钱都不可以装。那时候我们就整个傻掉，就是。可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人家不帮你是本分，帮你是情分。所以要非常谢谢那些很大方让我们装水的各位，所以让我们的旅行更加的顺利和愉快。租房车难道真的是可以省钱吗？老实说呢，在开始房车旅行之前呢，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开销很小。可是当我真正进入了，才发现其实差不多的。是在这个万物什么都涨的年代，我们的房车生活也是水涨船高。很多人都讲啊，我们不用交水电费，可是我们要交露营费啊。是，而且我们的车也要定期的换黑油、换牙油等等。最重要的是车油。当然，开销这方面呢是根据个人的消费习惯。像我们的话呢，我们会把住宿的钱省起来，把它花在吃的东西身上。所以我们每个月也会计算自己的 budget， 确保我们这个月不会 over budget。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不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是非常喜欢计划的。只要没有跟着计划行事，就会感觉到很害怕。可是呢，旅行这6个月以来呢，我才发现，其实什么东西都是计划不到的。是你今天不懂明天睡哪里，明天不懂后天睡哪里。面对未知，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可是呢，其实你改变了想法过后，你去接受这个未知，它就变成一个挑战，甚至是一个冒险。是，所以面对未知，千万不要太害怕。我们房车旅行这6个月以来呢，其实深深感受到房车带给我们的优点远远超过它的缺点。我们这一路上呢，认识了很多朋友，解锁了很多新的体验，每一天活得就像冒险一样。其实我们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房车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凡事都有双面，就是在网络上你看到的都是好的一面，可是我们想要揭晓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毕竟呢，房车这东西其实它玩起来蛮贵的，与其让大家贸贸然去投资一架房车，去开始房车旅行，然后对房车失望，觉得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不如我们把我们比较少人知道那一面呢，告诉你，让你可以更好的去决定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而且更好的开始一段房车旅行。那你们的房车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 OK Travel， 点个关注，房车不迷路。Goodbye。